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可以让你在开车、做家事以及睡前需要声音陪伴你的鬼故事。那故事开始了。每天晚上，无论天气如何，总会有某个东西走过我们的街道，轻轻地吹着口哨。你只能在客厅或厨房里时听见它经过，而它总是在凌晨3:03准时出现。声音一开始很微弱，大约从街道起点，靠近卡森家那头传来。我们家在街道的中段，所以那口哨声会从我们这里经过，然后往死胡同的方向慢慢消失。我还小的时候，我和姐姐有时会偷偷溜进厨房偷听。爸妈不喜欢我们这么做，要是他们发现我们在那里，我们会被狠狠骂一顿。但他们从来没真的对我们太严厉，因为我们总是遵守那个唯一的大规则，绝对不要试图看那个在吹口哨的东西。我住的社区是一个挺奇特的地方，我从6岁开始就在这里住，我很喜欢这里。房子虽然不大，但都整理得很整洁，院子也挺宽敞，有很多地方可以跑来跑去。这里有不少和我同龄的小孩，我去年10月刚满13岁。我们是一起长大的，总在死胡同那里玩四方球，或者夏天时从一户人家的后门玩到另一户人家的后门。这里真的是个适合长大的地方，现在的我能看得出来。这里只有2件奇怪的事：晚上的吹口哨声，还有我们的好运气。那口哨声对我倒没造成什么困扰，就像我说的，我在自己房间里根本听不到。但爸爸妈妈不喜欢谈论那件事，所以我后来就不再多问了。我爸爸是个很强壮的人，又高又冷静。他有口音，因为小时候才从外地搬到美国。他的家人，也就是我的祖父母，是从那些岛上来的，他们都这么叫那个地方。爸爸唯一会失去冷静的时候，就是说到那个吹口哨的东西时。那时候他的语速会变快，眼神也变得敏锐。他会叫我们别想太多，并且一定要记得那条唯一的规则，那条大规则：当吹口哨的东西经过时，千万不要往窗外看。不过就算我们想看，也根本看不到，因为你看，我们每扇窗户内侧都装有百叶遮板，是那种从上往下拉的厚重帆布，拉到底后会扣在窗框底部的卡榫上，每个卡榫上甚至还有一把小锁，大概就像日记本上那种大小的锁。我爸每天晚上我们上床前，都会一一把那些遮板锁好，然后把钥匙带进他房间。我妈我不太知道她对那口哨声是什么想法。我曾经在凌晨3:03口哨声刚响时，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只要我把房门偷偷开一条小缝，就能看到她。她并不是常常在那里，至少我没怎么撞见过，但我想她1个月会有那么1-2次，会坐在我们那张大红色沙发上，静静地听着吹口哨的东西。每天晚上的旋律都一样，那曲子听起来很欢快。还记得我说过我们这社区有2个奇怪的地方吗？除了晚上的吹口哨声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这附近的人运气都特别好。这很难解释，而且我爸也不太让我们讨论这件事。但这里的人总会碰上好事，就像好运气会自己找上门来一样。大多是一些小事，比如赢了电台抽奖，工作上意外升迁，或者在自家院子里挖到几枚真正的印第安箭头，你懂的，那种真的古董。这里天气总是很好，也没什么犯罪，大家的花园到了秋天还特别灿烂。我妈常说，住在这里就像是拥有100万个小小的祝福。但我们之所以会搬来这里，并且一直留下来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妹妹诺拉。她一出生就很虚弱，是肺部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甚至不能把她带回家，只能在医院探望她。我还记得她那时候好小，比其他新生儿还小，她靠机器呼吸才能活下去。我们搬到这间房子是为了靠近那家医院，可一搬来这里，诺拉就开始慢慢好起来了。医生也说不出原因，只能把她的好转归功于他们的治疗。但我们都看得出来，他们其实很困惑。不过爸妈知道，就连我也知道，
诺拉的康复是我们住在这社区所带来的众多小奇迹之一。所以，即使后来我们知道了，在这里每发生一件微小的奇迹，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坏事发生，我们还是选择留下。但那些坏事，只有当你试图看那个吹口哨的人时，才会发生。你知道的，我们这社区有一个迎新委员会，每当有新住户搬来，他们就会带着通心粉焗烤、礼品篮，还有一个牛皮纸资料夹出现。他们非常热情。我们7年前搬来时，就有4个人上门拜访，他们闲话家常，还给了我一条士力架，轮流抱着诺拉。那是他出院后的第1个礼拜，他们格外小心翼翼。然后委员会请求和我爸妈私下谈谈，于是我被赶回房间，但我还是偷偷听见了几乎全部内容。迎新委员会告诉爸妈，这社区非常不错，真的非常，甚至难以形容的好。接着他们又说到了那件更难解释的事儿。每天凌晨3点03分开始，3点05分准时结束的吹口哨声。这些新邻居警告我爸妈，那口哨声很微弱，不会伤人，不会害人，只要你不去寻找那发出声音的东西。这一点他们特别强调。当时我紧贴着房门努力偷听，他们说，凡是去看过那吹口哨东西的人，他们的好运都会开始变调，有时甚至下场悲惨，就像有一片黑云会笼罩在那人身上，任何可能出错的事都会出错。那个牛皮纸资料夹里放着各种报纸简报，讲的是车祸、人生崩毁、公共场合的死亡，还有种种离奇的意外。不是每个人都会死，我听到那位委员会的领头人对我爸说，但他们的生命会消失，就算还活着，也像是没有灵魂了，整个人再也没光没气息了。我妈没当回事，她不断问这是不是对新住户开的玩笑。有一度她甚至生气了，指责委员会是在吓唬我们，想逼我们搬走，还问他们是不是因为我爸是从岛上来的，就对我们有种族偏见。我爸安抚了他，说他看得出这些新邻居是认真的，只是在帮我们。他解释说，从小他妈妈就会讲这种故事给他听，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有些是好的，有些是坏的，但大多只是不一样而已。委员会一走，我爸就去了五金行，买回了帆布窗帘、卡榫和锁。晚餐过后，他就在每一扇窗上都安装好了这些东西。搬进新家的第1晚，我在凌晨3点偷偷溜出房间，却发现我爸还醒着，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抱着我还是婴儿的妹妹。我爸举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嘘，但接着拍拍身边的沙发，示意我坐下。我坐下来，然后我们一起等着。在凌晨3点03分整，我们听见了那口哨声，就像邻居们说的那样，它出现又消失。口哨声每晚都会回来，而我们从不去看。我们每天也都在享受那100万个小祝福。诺拉现在已经能自己呼吸，成长为一个坚强、聪明的女孩。我爸甚至加入了迎新委员会。这里不常有新邻居搬进来，谁会想离开这种地方呢？但每当有新家庭搬进来，我爸和委员会就会带着通心粉焗烤、礼品篮，还有那个牛皮纸资料夹登门拜访。我总能从我爸回来时的表情看出，那户人家到底有没有把委员会的话当一回事，还是我们很快要再迎来新邻居了。不久前，一户人家搬进了我们隔壁。之前住在那里的马蒂小姐在105岁时去世了，她过了一段长寿又安稳的生活。新邻居看起来非常合群，他们相信迎新委员会的话，也听从了我爸关于锁上遮板的建议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个年幼的小孩。我爸从没让我们看过那份资料夹里的简报或证据，但我想那里面的内容一定非常有说服力，因为新邻居刚搬来的那1个月，一切都很顺利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的新邻居临时要出城，他们就把儿子霍登送来我们家过夜。他12岁，比我低1年级。在那之前我跟他不太熟，
不过当他爸妈吃完晚饭把他送来，一踏进我们家客厅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这一晚会很糟。大人一离开房间，霍登就这样问：你们知道每天晚上在外面吹口哨的是谁吗？我们3个坐在起居室里，电视上正放着某部迪士尼电影，没人在看。我跟妹妹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我说：我们不谈那件事。霍登说：我觉得是住在转角那栋大黄房子的怪人，陶尔斯先生。我没问，不可能，他人超好的。霍登耸耸肩，那他一定是什么精神病杀人魔吧？诺拉的身子紧了一下。我说了，我们不谈这个。我重复道：走吧，去我房间玩任天堂。接下来几个小时，我们玩游戏，吃爆米花，看电影，就像一般的过夜派对一样。但我能看得出来，霍登越来越坐立难安。等爸妈跟我们道过晚安，锁好窗帘，上床睡觉后，霍登从蓝骨头椅上站起来，走到我和诺拉坐着的床边。你们真的从来没试过看吗？他问。差不多要那个时间了。就像大多数的过夜派对一样，我们理所当然地忽略了该睡觉这件事。当我看了眼时钟，既然真的快凌晨3点了，我吓了一跳。我叹了口气，我说了，我们不。他打断我，你看，我没办法看，就算我想也不行，因为我爸每天晚上都会锁上窗帘，还把钥匙藏起来。诺拉说，我们爸爸也是。不对，霍登回道，你爸没藏。我有点不耐地说，你有看到他锁窗帘啊？霍登咧嘴笑了，对啊，你爸是有锁窗帘没错，但他没藏钥匙，他就放在平常的钥匙圈上。那又怎样？我问。但我其实已经隐约猜到他接下来会说什么了，因为我也注意到了，爸爸这些年来早就不再藏钥匙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很认真遵守规矩。霍登说，语气带着炫耀。所以呢，就在你爸锁完窗，但你爸妈还没上床睡的时候，我去了一趟厕所。在路上我可能偷瞄了一眼他们房间，可能看到你爸的钥匙圈就放在床头柜上，然后我也可能顺手把那把窗帘钥匙给接走了。我和诺拉瞪着他看，而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得意。我说，你在骗人。霍登耸肩，不信你自己去看啊，把你爸妈房门打开看一眼，就会看到他钥匙圈就在床头柜上。我说，你们2个给我留在这里，一根手指都不准动。我快步走向爸妈的房间，但在门口犹豫了一下。如果霍登没有说谎，那我爸肯定会很生气，不只是生气，可能会暴怒。想到这个我就害怕，但我更怕窗户打开，口哨声就在窗外。我小心地把门打开一条缝往里看，但屋里太暗了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走进房间，才走了2步，我就僵住了。口哨声响起了，而且我这次听得一清二楚，从爸妈房里就能听到。我从来没想过，但现在才发现，他们搬进这间房子后的每一个晚上，都听得到这声音，却从来没告诉过我们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得着的。我站在那里，听着口哨声一点点靠近，不知道该不该开灯，还是叫醒我爸。就在这时，客厅传来一些细微声响，把我拉回现实。诺拉，我大叫，冲出爸妈的房间。霍登和诺拉正站在前门旁边的一扇窗户旁。霍登不是在骗人，我看到他正手忙脚乱地在弄某扇遮板的锁。我听见咔嗒一声，他真的有那把钥匙。霍登短促地笑了一声。诺拉站在他旁边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看起来又怕又可能有点好奇。而此时，口哨声正好就在我们家外面。我想我有发出声音，可能叫了出来，但我记不清了。时间仿佛凝结，钟针像被钉死在表盘上一样静止。但我发现自己开始动了。我不算快，也从来不是什么运动健将，可不知怎地，我在一瞬间就冲到了诺拉身边。我的眼睛紧盯着她，
当我听到霍登把遮板整个拉下来准备放手，我听见遮板开始啪地弹起，上卷的声音，我听见口哨声就在窗外，近在咫尺。但我一把抱住诺拉，立刻转过身让她背对着窗户，同时我也紧紧闭上眼睛。遮板啪的一下弹开了，口哨声停了，我感觉到诺拉在我怀里发抖。别看，好吗？我对她说，千万别回头。我们的方向刚好是她背对走廊，我面对窗户，我的眼睛还是闭着的。我感觉她在我肩上点了点头。我用没抱着诺拉的那只手伸出去，试着碰到霍登。我的手擦过他的手臂，他在发抖，甚至比诺拉还严重。霍登，我唤了一声，没有回应。我伸手越过他，小心地摸索窗户，眼睛仍紧闭着。玻璃碰到我指尖时冰冷刺骨，比这季节该有的温度冷得多。我顺着窗面往上摸，想找到拉下遮板的绳子。随着我手往上移，玻璃开始慢慢变暖，而且我指尖能感觉到一股微弱的嗡鸣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回馈着能量。我努力不去想窗户另一边会是什么。终于，我摸到了那条绳子，一把拉下遮板，把窗户盖上。我睁开眼睛，借着厨房透出来的微弱灯光，我看见霍登，他脸色苍白，显得很小很小，死死盯着那扇已经关上的窗户。霍登，我又叫了一声，他转头看向我，然后尖叫了出来。接着一切都陷入混乱，走廊亮起了灯，客厅也亮了，爸妈的脚步声在木地板上急促响起。我没回头看他们，我的眼睛还紧紧盯着霍登，他脸色惨白，嘴唇被他自己咬破了，一条细细的血线从下巴流下来，他甚至尿了裤子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爸从我身后问道。我勉强转过身，离开霍登的方向，看向我爸，说道。他看了，我从没见过我爸露出害怕的表情，但那一晚，我看到了那是一种古老而丑陋的恐惧，刻在他脸上，是父母的那种恐惧。他用嘴型问我，只有霍登？我点了点头，是的。我爸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他看起来如释重负，我差点以为他会开心的欢呼出声，但当他转向霍登时，他的表情又变了。我心想，也许他对自己感到内疚，因为松了口气的原因是只有霍登看了。这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我们全都僵住了。霍登低声哀鸣了一下，别开门。我妈说，他站在走廊的门边。我一直以为他对窗户、对吹口哨的事都只是敷衍我爸，但那天晚上，我们全都成了信徒。我注意到，我爸妈手上各拿着一支棒球棒，他们大概是从卧室里拿出来的。敲门声又响了，这次大了一点。拜托别开门，霍登低声恳求。我爸走过去，紧紧抱住了他。我们不会开的，我爸保证说，手环紧握着棒球棒。今晚什么都进不来。咚咚咚，这次的敲门声大到把门都震得咯咯响。霍登又尖叫了一声，诺拉紧紧搂住我的脖子。我妈走过来，在我们身旁跪下，把我跟妹妹紧紧搂住。咚咚咚，打电话报警。我妈对我爸低声说。敲门声立刻停止了。我爸转过头看向我们，你觉得？他话还没说完，门外又响起急促的敲门声，接着变成了有礼貌的轻敲 tap tap tap。警察，门外传来的声音说。那声音听起来完全像我妈，就像鹦鹉在模仿他刚才的话，机械的重复。警察，打电话报警 tap tap tap。警察。我妈把我们搂得更紧。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，警察。我听见他低声说，拜托别再讲了。我爸说，我觉得报警没用，万一他们真的来了，我们要怎么知道门外的是不是他们？敲门声又一次加重，门整个晃动起来，然后又突然停止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们听见后门也开始敲了。我们一起转头看向后门，但前门马上又响了起来。
前门、后门来回交错的敲，一下大声，一下安静，然后又猛然响起，然后2扇门同时响了起来，沉重的撞击声就像是有人拿大铁锤砸门。接着家里所有窗户、墙壁也开始被敲打，就像我们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鼓，有10几个人在同时乱敲，又像是我们是一只乌龟，而有什么东西在拼命想从壳里把我们抓出来。够了！霍登大喊，敲击声立刻停了。我不会说的，霍登盯住门说，我保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看到什么，只求你走吧。我们等了将近1分钟，然后我们听见了从霍登刚才看过的那扇窗户传来轻轻的 tap tap tap。 霍登开始哭了，像是个看着绞刑架在牢外搭起来的囚犯，崩溃的啜泣。我爸抱住他，轻抚他的头发，但他没有对他撒谎，从来没说过会没事的。那扇窗户的敲击声持续了整整1夜，我们挤在客厅里，不知道过了多久。后来我妈试着把我们带进我房间，我爸则留在客厅看着门。但我们一进房间，猛烈的敲门声又开始了，大得让人无法忽视。我真的怕门会撑不住。我们又回到客厅，敲门声才停下来，只剩下那扇窗户持续传来的轻敲声。那晚我们谁都没睡，到了早上7点左右，敲击才停下来。这里的日出差不多就是这时候。我们又等了2个小时，才让我爸去把其中一扇窗的窗帘拉开。他让我们先全部回到他和我妈的房间。我听见他开了客厅的门，然后又走了回来。他告诉我们，好了，结束了。霍登的父母大约在午餐时间回来了。我爸妈把霍登送回家，他们全都进了屋里，待了好一阵子。我和诺拉从窗户看着。那天他整个人黏在我身边，时不时还拉着我的手。爸妈回来时脸色很沉重，但无论我们怎么问，他们都不肯说和霍登一家谈了什么。那天是星期天，于是我们一家人就待在一起，叫了披萨，看了几部电影。那晚大家都睡在我房间里，诺拉和妈妈睡在我床上，爸爸坐在他拖来的一张椅子上。那晚没有任何敲门声，之后的每一个晚上也都平静无声。接下来那一周，我们几乎没再见到霍登或他的爸妈。但到了星期四，他们家车道上就出现了一辆搬家卡车。那天下午放学后，我和诺拉坐在窗边，看着他们一家人把整个家打包完毕。我最难忘的是霍登一家3口脸上的神情，都那么疲惫、灰白，嘴角紧绷，眼神里一点光都没有。即使隔着一条街，我都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有什么坏掉了。太阳下山前，他们就搬走了。我记得我们刚搬来时，那个迎新委员会对我爸妈说过的话，不是每个看见吹口哨者的人都会死，但那些活下来的人，他们的光也会被夺走。往后的日子只剩下一连串的微小悲剧。我想霍登的父母一定也看了，也许是因为不相信，所以想安慰他，又或者是相信了，于是选择与他分担那份负担。有时我会看着诺拉，看着他快乐、年轻而鲜活的样子，然后不禁想，如果那天晚上我再慢一点，如果他真的看了窗外，我会不会也去看？为了安慰他，为了分担那份代价，我很庆幸我不需要知道答案。我们仍然住在那栋房子里，住在那个社区里。每天晚上，我们依然听见那个吹口哨的人走过。我们拥有的祝福、好运，还有种种美好实在太过珍贵，让我们无法离开。但我们变得更加谨慎了，我们不再邀朋友过夜。而我爸爸现在把百叶窗的钥匙藏得非常非常好。当然，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找他。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去看。